男友拿捏住我的把柄，把我当狗耍。为了满足自己的恶趣味，他给我系上项圈，让我学狗叫，甚至不让我上桌吃饭。程心，你难道想让你的谎言被公之于众吗？我努力了3年，以为可以让当初的谎言成真，但他始终却把我当一只任他摆布的狗。我跟他提了分手，但于静然却后悔了。他带着项圈，把银链子放在我手里。欣欣，这次我当你的狗好不好？求你不要离开我。程心，细草又来接你下课了。我捏着报告单的手微微一紧。我在人群中探出头，看着门口笑得如沐春风的于静然。12月的冬天，她穿着黑色羽绒服朝我招手，下唇的唇钉闪闪发亮。欣欣，愣着干嘛呢？还不快点！我一个哆嗦，拢紧了脖子上的千鸟格围巾，淡淡的应了一声。我在众人的艳羡声中笑着跟他们作别。我时常想，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，那就好了。没什么人经过的小树林，我的手插在口袋里，捏着我花了1个月培养的紫色晶体。我把它做成了一枚耳钉，准备送给于静然。今天是我们在一起3年的纪念日。她总是嫌我是理科女，不懂审美和浪漫。我想亲自培养，亲手打磨，总没有比这更诚心和浪漫的了吧。于静然她会多爱我一点吗？她坐在长椅上，顶着明媚的阳光，伸了个懒腰。她的声音慵懒，唇角是细细的弧度。诚心，蹲下。我站在阴影里，寒气从脚底涌了上来。阿然，这是在学校。她嗤笑了一声，不听话的狗，我可是不要的。我捏了捏拳头，动作缓慢地蹲了下来，双手撑在地上，仰头看着于静然。你应该叫我什么？主人。狗应该怎么叫？她笑了，伸手抹去我眼角边滚落的泪。我的撒谎精小狗，怎么3年了，做这件事还会哭呢？她修长的手指拨开我脖子上的围巾，一条黑色的项圈牢牢地绑在我的脖子上。她勾起滑进我衣襟里的链条，拽了拽。诚心，怎么把铃铛摘了？不是让你好好带着的吗？我闭了闭眼，铃铛声音太大了，会被发现。阿然，3年了，你愿意跟我真正的在一起了吗？于静然刚要说话，不远处传来了窸窸窣窣的脚步声。我惊恐地睁大了眼，一下子抱紧了他的手臂。阿然，他轻啧了一声，用力提了链子，把我拽到了他怀里，藏了起来。一枚灼热的吻落了下来，与他唇齿相贴时，我才能感觉到他的温度。那对闯入的情侣离开时，于静然也松开了我，他的手指缱绻地摩挲着我通红的脸颊，声音暧昧而又诱惑。诚心，我亲你了。虽然于静然有这样的恶趣味，但他答应过了，只要我能坚持3年，他就会同意跟我在一起。口袋中捏紧耳钉的手刚要掏出，作为我亲你的代价，你得为我做件事，放弃这次的科研入组名额。我跟于静然谈了3年，始于一个滑稽的谎言。A 大的食堂，同寝室的舍友眼里带着星星看着我手机的壁纸。诚心，你男朋友这么帅的？还行。我捋捋头发，眉眼安静，笑容端庄。听说你还是 S 市高考状元，又有这么帅的男朋友，要不要这么让人羡慕啊？可是你男朋友看着有点眼熟。我眉头一跳，勺子里的米汤洒在了裙子上。罗婷拿过我的手机看了半晌，我顾不得滚烫的米汤，连忙抢过手机。他不在这个学，这不是隔壁音乐系系草于静然吗？他是你男朋友？我的话语戛然而止，捏着手机的手指泛了青白。他居然也在 A 大。如果他知道我说他是我男朋友，我的谎言应该怎么圆？没错，我是一个撒谎精，从小到大都是。于静然根本就不是我的男朋友，他甚至都不认识我，但我却暗恋了他4年。我按亮了屏幕，看着他那张刀削般俊朗的脸，心里一阵慌乱。我想起一会我还有个课题，我先走了。顶着罗婷炽热的视线，我端着餐盘站起来，后背却碰上一个人的胸膛。我连忙回头，那个本该出现在我屏幕上的脸，此刻距离我只有短短的10公分。是于静然。你是来找自己女朋友的吗？我的脸顷刻间失了血色。他从我的手里抽出了手机，按亮了屏幕，阳光下的琥珀瞳孔缩了缩。他微薄的唇刚要张开，却被我一根手指顶了回去。静然，我勉强地勾起了一抹笑容。吃饭了吗？我去给你打你最爱吃的糖醋小排。我搂着他的胳膊，用了此生最大的力气把他拽离了现场。于静然把我顶在楼梯口。女朋友？他捏着我的下巴，露出欣慰的笑。要我帮你圆谎也可以呀。我喜欢小狗，你做我3年的小狗，我就答应真的跟你在一起，怎么样？我看着眼前暗恋4年的眉眼弯弯，看上去很温柔的人，我以为他会像高一惊鸿一瞥时给我勇气，却没想到在我答应他的那一刻，被他一脚踹进了无底的深渊。就在我沉默的片刻，他眼尖的看到我从口袋中伸出一半的手，他拿起了那颗紫色的耳钉，放在眼前仔细瞧了瞧，然后不屑的随手扔掉了。地摊上2块钱买的，丑死了。这不会是你要送我的吧？我抬起头，才发现他今天换了耳钉，一颗银光熠熠的十字架耳钉。不久前我在同个实验室的莫瑶手里见过，原来他是有了其他的耳钉，所以不管我多么用心，都是不值一提。我笑了笑，拢了拢围巾，没，我买来自己戴的。这次的科研入组名额，我花了不少心思和努力。于静然明明知道，但他还是让我放弃。我知道是为什么，他是为了他的白月光，也就是现在在化学实验室里捏着失败品朝师兄卖惨的笨蛋美女莫瑶。专业成绩一塌糊涂，靠着卖萌撒娇挤进了这个课题小组。
但在科研入组名额前只看专业知识和实力，所以莫瑶进不去。笨蛋美女是他的人设，他其实聪明得很，他就知道找于静然帮忙，只要我主动放弃，他就能上位，包括于静然女朋友这个位置，他其实唾手可得。但他唾手可得的东西是我努力了3年都得不到的。我以为给于静然做狗的这3年，怎么都会在他心里有一星半点的地位。既然这个名额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不能放弃。他只是笑笑，诚心，你没有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格。他伸手勾了勾那黑色的项圈，你不想让你的同学和导师知道这些的，不是吗？要是不撒谎就好了。不撒谎，我跟于静然就是平等的，也不至于所有行为都带着讨好，也不是所有的话都必须言听计从，也不用如此的没有尊严。当我回过神来，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试剂瓶，硝基甲烷，我拿的不是4氢呋喃吗？我迅速的抬眼看向装着氢氧化钠的试剂瓶，无数的白烟前仆后继的冒出来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一双手猛地将我拽入怀中，他飞快地拉下通风处玻璃门，护着我退后了几步。那个试剂瓶开始涌出黑色泡沫，还没等我看清，那高大的身影就挡在了我的面前。爆炸声和玻璃碎裂的声音炸响在实验室，无数的玻璃片全部打在了他的后背上。风师兄，你没事吧？风息的眉头拧得很深，他低头看着我，诚心，这么基础的错误不像是你会犯的，你怎么了？风息 A 大的校草，无人不知的化学才子，进 A 大的第1年就被刘教授看中，获奖无数。他是我的师兄，也是我的实验搭子。爆炸的时候，他因为护着我，尖锐的玻璃划破了防护服，割伤了他的手臂。莫瑶尖叫着跑过来指责我，诚心，就你这种水平，凭什么能拿到刘教授的科研入组名额？你作弊来的吧？还没等我张口，风息就开了口，莫瑶，实验失误每一个人都会有，如果每次失败都要被指责，那你岂不是千夫所指了？他冷峻的眉眼微微挑着，唇边是一抹戏谑的笑容。人群里传来细小的笑声，莫瑶的脸肉眼可见的红了起来。他要是一样的眼睛看着站在原地的我。诚心的实验成果和报告是刘教授高度赞同的，你有异议可以去问教授。不过听说你的报告又被打回来了，有跟同学聊天的功夫，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实验结果吧。莫瑶气得跺脚，我倒也没觉得有多爽快，他现在有多气，一会于静然就会对我有多过分。收拾好现场，我看了一眼手机，2条信息，一条是于静然的，诚心7点我看不见你，你知道后果。我的手紧了紧，无奈的笑了笑，看替他的白月光做主来了。另一条是风师兄的，诚心，我在楼下等你谈谈。我叹了口气，该来的总归是逃不过，谁叫我总是下意识的会撒谎，而一个谎则需要无数的谎言去圆。师兄，我可能要放弃这次的名额了。风息递给我果汁的手微微一顿，为什么？我沉默着从口袋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碘伏和创可贴给他上药，他也不说话，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眼神一直就没从我身上移开。我叹了口气，自从3年前撒了那个谎以后，很多我不想回答的问题我都会闭口不言，因为我怕我一张嘴又是一个难以圆满的谎言。风息用那个贴着创可贴的手摸了摸我的头，诚心，你很优秀，我希望你能再考虑一下。我下意识的想要移开脑袋时，于竟然来了，他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站在我身后，声音犹如鬼魅。风学长，你知道诚心有男朋友吗？你这么做，他微微眯起的眼睛闪着不悦，不太合适吧？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我闭了闭眼。今天于竟然是一定不会让我好过了。于竟然的公寓，刚一进门，他就把我按到了沙发上，他胡乱地拽掉我的围巾，用力地拽住那根细长的银链子。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眼神里有几分气恼。诚心，你是不是忘了你是我的女朋友？居然敢冲别人摇尾巴！我强忍心中的不快，好声好气地同他解释。阿然，我跟风师兄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是跟他说放弃这次的入组名额，他不想让我放弃罢了。于竟然黑沉的脸色有所好转，他冷哼一声，算你识相。他掐着我的下巴，食指的戒指硌得我生疼。你今天欺负莫瑶了？我的声音轻轻的，好像随时要散在风里。我怎么敢？我已经把名额让给他了，还不够吗？我抬眸看着他，眼里存了希冀。阿然，3年了，你还记得当初答应我的吗？于竟然微微一愣，他松开了我，他好像有片刻的不知所措。他刚要回答，门铃在此刻响了起来，莫瑶抽抽搭搭的声音在门外响起。竟然，你在家吗？没有开灯的房间里，我看着于竟然一瞬间亮起了眼睛。我跟于竟然在一起3年，他这样期待的神情从没有在我身上流露过。莫瑶看到我，表情有一瞬间的僵硬。他在呀，我还是走吧。他转身的时候，于竟然急忙拉住了他，解释道，不是女朋友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于竟然会在莫瑶在场的情况下，就这样揭穿我圆了3年都没圆上的谎。他跟自己的白月光一字一句的解释他是多么的善良，只是为了帮助我，所以才假装是我男朋友。他只是为了保住我一个女生的面子。他还举着3根手指发誓，我于竟然从来没有一刻喜欢过诚心，从高中我就只喜欢你，瑶瑶。那诚心对你来说是什么？莫瑶已经替我问出来。于竟然眼神躲闪，摸了摸鼻子，狗。
回答的毫不犹豫，干脆利落。莫瑶笑了，于静然托着腮看着他笑，只有我在一瞬间如坠冰窟。莫瑶憋了一肚子的火，终于能借于静然在今晚对我发出来。3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吃饭的时候，莫瑶把我的碗撤了，他把那个碗放在了地上。诚心，狗能上桌吃饭吗？那一瞬间，我的4肢百骸被浓重的羞耻感裹挟，我像一台年久失修的机器，顿顿地抬着头看向莫瑶，又看向于静然。于静然没有看我，我居然还没死心。我们之间有3年的感情，我那样努力，对他那么好，但凡有一丁点的感情，他都应该不会让我在别人面前这么难堪吧。直到莫瑶不耐烦地用脚尖点了一下地。来呀，诚心，你的位置在这里。你这么不听话，我也不保证我回实验室会说什么的。我在等于静然的回答。他沉默了一会，终于看向了我。诚心，听话。我心中那根绷紧的弦在此刻断裂，我已经在悬崖上摇摇欲坠。于静然像长在悬崖下的尖刺荆棘，我坠落悬崖已是疼痛至极，他还偏偏要做那最后一把刀。他们其乐融融，你一勺我一块，只有我抱着膝盖坐在角落的地板上，通红的眼睛望着眼前的那一碗白花花的米饭，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在询问自己：诚心，你要一辈子都过这样充满谎言和羞辱的生活吗？莫瑶入组面试失败了，他说都是因为好不容易做成的实验报告找不到了，整个实验室的人都在帮他找，最后却在我的抽屉里找到了。全场哗然。诚心，不能因为我上次说了你就要偷我的实验报告，害我在教授面前出丑吧。背对着众人，他望着我的眼神十分嚣张，我看懂了他的眼神，他要我保持缄默，无论多大的锅，既然他莫瑶要给我盖，我就必须受着。一条无形的铁链缠在脖子上，一天又一天，从于静然的手里换到了莫瑶手上。那天莫瑶临走的时候还蹲在我的面前，朝我伸出一只手。诚心，多谢你的名额了，我们以后还要多多指教。多多指教就是指他这份好不容易通过实验的报告，是我熬好2个大夜做好的，用来当他科研入组的敲门砖，换来的是于静然的一个吻。但我偏开了头，他的唇贴着我的脸颊，琥珀色的瞳孔微微睁大，这是我第一次拒绝他的吻。同时我踢开了那碗米饭，站起来准备离开。诚心，你凭什么生气？没有我帮你，你在 A 大怎么混？我想想别人都是怎么说你的，说你是化学系的高冷学姐，家世很好，当律师的妈，当医生的爹，从小金尊玉贵，还有一个细草男朋友。他们说你是他们的人间理想，说你出生就是一路巅峰。真是这样吗？他坐在地板上歪着头笑，实际上就是一个撒谎精。你爹妈不要你，你的学费都得自己打工赚，你真的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吗？而且3年了，马上就要到我兑现诺言的那一天了，你就这么放弃了吗？我离开的脚步停了下来，我的嘴唇颤了又颤。你想怎么样？他点点自己的唇，爬过来吻我。我一步一步走到他面前，轻声问他：这3年你有一点爱我吗？他神情愣怔了一瞬，又笑了。当然了，你这么乖，这么听话，我喜欢都来不及呢。但他的眼里没有爱，我看清了。在众人或大或小的议论声中，我微微低了头。这就是谎言的代价。但于静然还是成了压死我的最后一棵稻草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，倚在实验室的门口，双手插兜。诚心，还不快给人家道歉？他眼神轻蔑，刺痛了我。我做什么了？凭什么我要跟他道歉？那报告是我做的，让给了他还不够？还有你，我爱了你3年，把心掏出来让你踩在脚下3年，而莫瑶只是跟你招了招手，你就如此迫不及待地递上了自己的缰绳。你从来都没有站在我这边过，不管是3年还是30年，于静然从来没有想过履约。难以言喻的恶心感涌了上来，我攥紧的拳头豁然松开。我跟他道什么歉？难道面试的时候拿着报告书一字一句的念就会过？难道没了报告书就不会回答问题，莫瑶就不会介绍成果了？众人哑然，莫瑶一瞬间慌了，说话都磕巴了起来。诚心，你不要转移话题，你偷了我的报告书，这是事实。于静然不信我会忤逆他，走过来，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捏紧了我的手臂。欣欣，东西都在你这了，你还在狡辩什么？给莫瑶道个歉，他也就原谅你了，不是吗？我用力甩开他的手，目光冷凝。我不会道歉。于静然，我们分手。他的眼睛在一瞬间睁大，声音竟然有些颤抖。诚心，你难道想让你的谎言被公之于众吗？你不要这3年了。他看起来好像比我还要慌上2分。我嘲讽地笑了笑，刚要开口，吵什么？风息的声音突然响起，人群在一瞬间安静下来。他走过来，伸手拨开了于静然，拿起了那个报告书。莫瑶，我说句实在话，就你那实验报告书，给我垫桌脚，我都嫌它太薄。莫瑶的脸在一瞬间涨红。风师兄，你不能这么说，这次的实验我是成功了的，是诚心偷了我的实验报告，害得我面试失败了。面对风息突然转过来的眼神，我下意识地躲开了。说实话，我对风师兄的印象十分复杂。被称为 A 大百年难遇的化学天才的风息，跟化学这个学科一样严谨冷峻。他不会因为我是他的师妹就会站在我这边。如果他也觉得是我恐怕会被他说的再也没有脸面进入这个实验室了。风息没理他，随意地翻了翻那个报告。片刻后，他突然抬起眼看向了我。我没来由的一阵慌乱，他却罕见地笑了笑，合上了报告。对了，我宣布几件事。
莫瑶面试的时候连基础的问题都没答对，讲起研究成果磕磕绊绊，没通过。还有，他扬了扬手里的报告书，诚心，教授对你的成果很感兴趣，再一次邀请你入组。信息量太大，几乎在风息话音刚落的一瞬间，人群就炸开了锅。莫瑶哭着跑出了实验室，于竟然下意识的想要跟上，却在我的面前顿了脚步。诚心，我晚点再找你算账，你根本离不开我，你知道的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不会了，于竟然。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，那条无形的铁链好像松开了。我学会了纯的消去反应，懂得化学平衡。等号左边是我，右边是你，但我永远都配不平我们之间那名为爱情的方程式。我们之间注定是一场失败的实验，而接下来不管是爆炸还是分解，都是我撒谎的代价。可是我也是真的喜欢过你。在中考填志愿前，我曾经自己去参观过 S 中。我在门口的黑板前看到了于竟然，他在做板报，白色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这样一句话：坦诚，无往而不利，爱是属于勇敢者的奖励。他的侧脸融进光里，转过头来的那一瞬间，好像太阳都黯然失色。那一幕我记了很久。那时父母吵着要离婚，我黑漆漆的世界突然就有了光。看着那段文字，我心里莫名的涌上几分勇气。再见到于竟然，我以为能写出这样文字的他，能再次给我勇气。只是没想到，整整3年，他把刚刚看到光的我再次踹进了深渊。离开了他，我才能再度爬上来。我酸涩的眼睛眨了眨，一滴眼泪啪嗒落了下来，却落到了一个人的手心里。我看向风息，他冷峻的眉眼放软，合上手掌，浅浅的勾起了唇角。眼泪很珍贵，别让它廉价。诚心，欢迎你正式入组。他朝我伸出手，我看着那双骨节分明的手，半晌才开口：风师兄，我没有偷他的报告书，我真的很努力，真的很想进组，我从来没想过放弃。他只说了3个字：我知道。我握上他的手，眼泪却在一瞬间决堤。从那以后，我几乎日日都泡在实验室里专心研究。当实验成果报上去之后，我也难得有了一丝闲暇时间。在食堂吃饭的时候，我再度听到了于竟然的消息，他在学校组织的一次什么文艺活动中跟莫瑶表白了，场面很是盛大，被人录成视频放在学校论坛上。于竟然抱着吉他坐在高脚凳上，目光深情，唱着方大同的《特别的人》，然后就是他抱着一大捧的玫瑰献给莫瑶的场景。视频下不少评论，于竟然跟那个化学系的诚心分手了。他们2个人谈恋爱好像3年了吧，一直都特别低调，没想到于师兄这次这么高调啊。不过于竟然跟诚心2个人本来就不搭配，音乐系的系槽果然还是得跟系花在一起养眼啊。跟于竟然在一起3年，于竟然并不喜欢在人前跟我多接触，我们在一起甚至连官宣都没有，别说玫瑰花，就连礼物也没有给我送过。他的礼物就是他的亲密举动，抱一抱，亲一亲，然后就觉得对我已经是莫大的恩赐了，随后就要用这些条件来要求我做一些事。记得1周年的时候，就是亲了亲我，抱了抱我，一边说着1周年快乐，一边又要我第2天下午翘了刘教授的课，帮他去几十公里外的地方背他刚修好的吉他。为什么一定要我？因为别人都没空，又怕别人去了弄坏他的宝贝吉他。但教授的课对我来说也很重要。2周年的时候，我们在酒吧，他请我喝了一杯酒，就想要带我回家。掀开我衣服的时候，我推开了他，他勃然大怒，说我不知好歹。3周年的时候，他根本不记得纪念日，而我没日没夜打工了半年送的限量版专辑，还有他现在抱着的那个价值不菲的吉他，以及后来我辛辛苦苦从一滩液体培养成型的紫晶体做成了耳钉，他要么用来垫桌角，要么扔掉，剩下一把吉他还用来给别人唱情歌。原来他骨子里还是这么浪漫的人，只是不值得用在我身上罢了。不过还好，都已经是过去。我换了壁纸，删除了所有关于于竟然的东西。眼不见心不烦，我应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。我熄灭了手机的时候，有人端着餐盘坐在了我跟前。诚心，有一个好消息，还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。我抬头望着风息，先听好消息。或许应该提前恭喜你成为 A 大唯一一个在本科阶段就能获得国际化学奖的天才。坏消息是，我们马上就要参与一个封闭的科研实验，或许时间很长。这哪算是什么坏消息？我难得的笑出了声，很真诚地向风息道谢。风师兄，多谢你这段日子的照顾，没有你，我也不会拿到这个奖。那作为报答，你餐盘里那个糖醋小排可以给我吃吗？我十分讶然，吞吐了半天才开口。这个我吃过了，我再给师兄打一份吧。卖没了，我很想吃。今天不吃的话，我晚上的实验就会饿肚子。肚子的话，我就不一定会说出什么恶毒的话。我缩了缩脖子。风师兄哪里都好，成绩好，专业强，长得帅，就是嘴特别毒。你吃，都给你吃。我把餐盘往前一推，风息好整以暇地从我餐盘里夹走糖醋小排的时候，于竟然搂着莫瑶刚好经过。时隔3个月，在看到于竟然的时候，我以为我会难受，但我也确实不平静。看到他的时候，总会想起那些充满谎言和侮辱的岁月。我迅速地撇过了头，于竟然的表情却在一瞬间阴沉下来。他踢了一脚桌子，诚心又换了个新的主人。我目光冷厉地看向他，然后看了一眼趾高气扬的莫瑶，语气淡然：比不得你找的速度快，腿不需要的话可以捐给有用的人。风息慢条斯理地擦擦嘴，不用去医院，去实验室，我拿点材料无痛给你融了。
于静然的表情红红白白，很是精彩。诚心，不会有人能像我一样帮你，你最终还会乖乖来找我的。说完，他就被莫瑶拽走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他的眼里竟然有几分不甘。我跟风夕继续吃着饭，他也没有问我于静然说的那些话的意思，只是就学术问题上跟我有一搭没一搭的讨论着。余光中，我感到于静然一直在看我，当我看过去的时候，他就转移了视线。不过我算是知道他为什么会有几分不甘了。我看见于静然像个陀螺一样被莫瑶使唤的团团转，又是给他打饭，又是给他擦桌子，又是给他买奶茶什么的，这些以前都是我干的。他享受惯了，不适应了。风夕敲了敲桌子，引走我的视线。诚心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该走了。我点点头，拿起餐盘的时候才发现风夕把我餐盘里的糖醋小排全部吃了个干净。他神色艳足，原本冷峻的唇角微微上扬。多谢师妹的糖醋小排，以后我也会多多照顾你的。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，这次我没有躲，只是笑了笑，跟他离开了食堂。离开食堂前，于静然好像碰歪了水杯，我听到莫瑶的声音十分尖锐：于静然，你怎么连倒个水都倒不好？于静然，我不会再找你了，是真的不会，但你倒也可以尝尝真心付出之人被漠视和侮辱的滋味。保研后，我与风夕继续跟在刘教授身边学习和实验，差不多12年左右的时间，科研成果陆陆续续获得了不少的奖项。学校特地举办了一个颁奖仪式，我穿着小礼裙从校长手里接过奖杯的时候，在闪光灯和掌声下，我忍不住偏过头掉了眼泪。风夕站在我旁边，帮我擦掉眼角边的泪。诚心，得奖怎么也哭？怎么什么事都爱哭？不是早就跟你说，女生的眼泪很宝贵吗？他根本不懂，一个被谎言贯穿一生的人，能够不靠谎言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并且还能有所成就，是一件多么让人开心的事。我望着风夕，千言万语不过一句谢谢。他低低的笑了。诚心，晚上来学校情人湖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我低下头，红了脸。在这一年里，应该说在上大学跟风夕接触后的这些年里，他真的非常照顾我，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现在获奖的我。相处了这么久，我也不是不能看出风夕的心意，比如向来冷峻的他只对我笑意盈盈的，比如向来洁癖的他会吃我餐盘里的糖醋小排，也比如他做什么实验都喜欢捎带上我。糖醋小排不是卖光了，而是只想吃我亲手做的。做实验不是非要带我不可，只是想要我在身边。他没有明说，但这些话都明晃晃的在他的眼神里表现出来。学校里一直有传说，情人湖旁表白的成功率最大，在一起的情侣会长长久久。他是想有请诚心同学上台发表获奖感言。掌声雷动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轻咳了一声，抱紧了手里的奖杯，又看了一眼风夕，他的眼神里都是赞许和鼓励。我笑了笑，上台拿起了话筒。虽然之前一直过的都是充满谎言的人生，但在此刻起，从决定过坦诚的日子起，我就不再是之前那诚心。我有了成果，有了成就，有了真正信赖我的人，没有依靠谎言，我也能拿到我想要的东西。我不用再担心自己的一无所有。我清了下嗓子，准备开口的时候，却发现话筒传不出声音。我背后的巨大的液晶屏幕换上了一张照片，台下的观众传来了大片的窃窃私语的声音。莫瑶在人群中站起来，拿着麦克，表情愤愤不满。诚心就是个骗子，他一直在撒谎，还为了营造人设，强迫别人帮他圆谎。他以前曾经盗窃过我的研究成果，他就不该待在这里。他私下里非常恶心，还当别人的狗。我脸色煞白。我回头看了一眼屏幕，那是我曾经像狗一样蹲在于静然面前，脖子上还带着黑色的项圈的图片，但图里没有于静然，只有一条细长的银色链子，连接的尽头给人无限的遐想。我再次回了头，看见莫瑶身边坐着的人，于静然。他眉头拧着，片刻的不可置信后，他躲开了我看向他的视线。人群传来了巨大的议论声。这一刻，我所有的感官全部消失，大脑嗡郁作响。我像是在台上被当众扒光了衣服，我的胸膛剧烈的起伏。余光里风夕抬着头看，也在看大屏幕。随后他望向我，我再也忍不住，扔掉了话筒，逃离了这个现场。原来不管怎么做都没有用，只要你撒了谎，只要你撒过谎，只要谎言揭穿，你都会失去一切。很小的时候，我想要一支棒棒糖，我学着别的小朋友向爸爸撒娇，爸爸，我想要棒棒糖。他很不耐烦，但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又蹲下来，笑容温柔地看着我。欣欣，只要你撒一个谎，爸爸可以帮你买棒棒糖。你只要跟你妈妈说今天没有在家里见过这个阿姨，晚上就会有这个棒棒糖。我偏头看向他身边光溜溜的那个阿姨，点了点头。于是那天晚上，妈妈问我今天家里有没有不认识的人来过。我攥着那个棒棒糖撒了第一个谎，没有。彼时的我不知道撒谎是什么，我只知道原来撒谎可以让爸爸对我温柔，还可以获得想吃的棒棒糖，撒谎真好。后来我想要一件小裙子，妈妈眼也不眨的给她旁边那个小哥哥刷了几万的钱，却不想给我买一条小裙子，但他眼睛转了转，还是给我买了。欣欣啊，只要你撒一个谎，妈妈可以给你买新裙子。你只要在法庭上说爸爸出轨了，这样就可以得到小裙子了。所以在法庭上，法官问我爸爸有没有出轨，我穿着小裙子说出轨了。他们俩爆发了激烈的争吵，却都指着我鼻子骂我，说我是撒谎精。当所有谎言被揭穿，他们都不要我了，我变得一无所有。
没有棒棒糖，没有新裙子，没有了家。后来我转到了新的学校，他们都有自己的小圈子，把我排除在外。那个在人群里人缘最好的同学笑很甜。我家很有钱的，我妈当律师，我爹是医生，你们想吃什么我请客呀。另外一个人缘很好的同学，他成绩非常优秀，你们有不懂的可以问我呀。很多同学跟他们非常要好，原来这样可以获得朋友。他们转过头来，诚心，你呢？我张了张嘴，又撒了谎。我也是呀，我家也有钱，成绩也还不错。他们也包围了我，我第一次尝到众星拱月的滋味。我想要父母，想要朋友，想要爱，这些都是建立在谎言上的，所以不能被揭穿。所以我努力的去把每个谎言都圆上，但面对那些时常袭来的质疑，圆谎真的很累。所以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很努力，努力的打工赚钱，努力的学习上进。我就是想谎言成真，但还是被于静然和莫瑶亲手戳破了。我将会一无所有，我将会被千夫所指。我站在了天台上，风吹乱我的头发和裙子，我望着脚下，深渊好像在向我招手。包里的手机一直在震动，是风筝一直在打来的电话，还有无数的消息。他一定对我很失望吧。我按掉的一瞬间，于静然的电话进线了，我接通了。诚心，你在哪？他的语气很是急切，但依然有着几分高高在上。不管你信不信，那不是我说的，但你跟我服个软，我会出面帮你解释清楚。我笑出了声，然后我要继续当你的狗，继续这无休无止的谎言。他沉默了很久，才支支吾吾地开了口。怎么会？其实我也不是对你没有，别恶心人了。我打断了他的发言。我说过了，我不会再撒谎了。我挂了电话，关了机，思绪突然回到了那一年。我只是想要一星半点的爱，所以我撒了谎。但爸爸妈妈狰狞的面容，指着我的手指，亲戚的失望，陌生人的嘲讽，都告诉我撒谎不对，也告诉我谎言戳破的代价。但一个人从小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。我以为于静然能改变我，因为他曾经写过，坦诚无往而不利，爱是属于勇敢者的奖励。我把我的旧伤疤揭给他看，以为他会理解我，但我错了。我从来不应该奢求被谁拯救，还不如自己拉自己一把。但就算拉自己一把，过去撒过的谎也还是要承担代价。我辛苦几年的研究成果，我所有的努力都变成了梦幻泡影。这次谎言的代价，我该拿什么来度过？眼泪从我脸颊上滴落的时候，一只大手又出现在我面前，接住了我掉下的泪。我惊讶地抬头望向主席，诚心，你总是哭，还到处乱跑，真让人不省心。我擦掉了脸上的泪痕。风师兄，或许你应该离我远点，小心引火上身。至少我不能连累一直很照顾我的他。但他的手却放上了我的头顶。诚心，你那几块糖醋小排太贵了，贵到我不得不一直照顾你了。我侧目看向他，向来冷峻的人，嘴角却挂着笑，那笑浅浅的，但十分柔和，好像有着某种温柔的力量，牵扯着我颓唐的心。时间一晃，好像到了初次给予竟然诉说心事的那年。于竟然眼里是嘲弄，唇边是戏谑。那风息又会怎么样呢？风息牵着我的手来到实验室，他带着我做了一个提纯硫酸铜的实验，非常简单的实验，但一向严谨细致的他在控火上出了错，硫酸铜在一瞬间炸开，在桌子上四散。他不像是会做错这种事的人。我看向他，眼里带着询问，但他却示意我看向桌面。硫酸铜满桌都是，却奇异地变成了一颗又一颗冰蓝色的晶体。他开了口，诚心，这是一次失败的实验。他拿起一颗晶体放在我手里，目光灼灼地盯着我的眼眸。但就算是失败了，这场化学反应下的成果也极其美观。他的大手包裹住我的手，目光在一瞬间奉劝，很高兴你能对我坦诚你失败的经历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就算你经历了一个失败的人生，但现在的你依旧独一无二，有着非常的价值。不要放弃，也不要妄自菲薄，你已经为了坦诚勇敢地踏出步伐了。诚心，你的坦诚无往而不利，你获得了我为你献出的最绿橙的爱。我来给你兜底，此刻就是你人生新的开始。我们在一起吧。我被风息抱在怀里，他的心砰砰作响，温柔又用力，我却哭得泣不成声，埋在他怀里重重地点了点意。我抓着他胸前的衣服，像是抓住了黑暗中的一盏灯，又像是抓住了无尽汪洋里的一根浮木。我跟风哲在一起的消息第二天就在论坛上传开了，底下的评论很不好看。诚心这个骗子居然骗校草，校草你快睁大眼睛看看他是个什么人吧好吗？救命，他都给不知道什么男人当狗了，那些研究成果和奖项都是给人当狗的来的吧？什么高冷人设家世很好，隔壁帖子莫瑶学姐都爆了说他爸妈离婚，谁都不想要他，他还天天在那里立家世很好的人设。在众多骂声中，一条评论很快被顶了上去，诸位，我跟女朋友玩点小游戏，别太较真，私下里都是他牵我的。吃瓜群众惊掉了下巴。与此同时，我红着脸回头嗔怒道，以前没见过你这样啊，怎么这么不要脸的话都说。风息敲着二郎腿，将一块我亲手做的糖醋小排塞进嘴里，他眯着眼睛笑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会立人设，我现在的人设是妻管严。我发送在论坛上的是一篇澄清的帖子，一部分是我就撒谎问题的真挚道歉，另一部分则是澄清莫瑶所说的被盗窃的研究成果的事实。我把所有的研究过程以及莫查威胁我的事说了出来，就连刘教授都为了此事发了个视频。诚心是继风息以后我最满意的学生，他成绩优异，甚至在某些地方比主席还要严谨心细。
他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，但我还是隐瞒了一些事情，比如关于于晋然的事。我本来也想坦诚说出来，是风这阻止了我。他说并不是所有事都一定要坦诚，就像不是所有秘密都必须公之于众，只要对特定的人坦诚就够了。他的手心滚烫，他的笑容温柔，也彻底地抹去了于晋然带给我的最后一抹阴霾。莫瑶被学校处分并警告了，那个被口诛笔伐的人从我变成了他，就连于晋然也跟他提了分手。听说他彻底在学校里没有办法待下去了，只能办了休学。这件事我没有太过了解，因为我早就已经不关心任何关于于晋然的事了。这个月底，刘教授将会带着我跟风息出国参加一个国际研究项目。在离开前1周，一个陌生的号码给我打了电话，我接了起来。诚心，于晋然的声音有些沙哑，月底你们是不是就要出国了？我本以为我再次听见他的声音会愤怒发狂，而我却出乎意料的平静。出国前我们见一面，有些话想对你说。好。在我答应的一瞬间，我的手指传来了一阵刺痛，本来躺在我腿上休息的风息睁开了眼，眼含不满咬了一下我的手指。我挂了电话，释然地笑了笑。有些事总该要说明白的。很久没有见到于晋然，他瘦了很多，但依旧帅气。他看到我，眼睛就红了，直插在口袋里的手拿出来，展开在我面前。一枚紫色的菱形耳钉出现在他手掌里。诚心，我找回来了。我也是听你那些同学说的，说你亲手培育了这个晶体，还亲手打磨做成了耳钉。他眼睛里含着水光，一向高高在上的他突然这副样子很是罕见，声音也是没忍住带上了哭腔。诚心，其实我挺喜欢这个的，我一眼看到的时候就知道他一定不是2块钱买的。我静静地看着他手中的那个耳钉。那又如何呢？你已经把它丢了，就算再找回来，当初那份心意也不会在了。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吗？我坐在之前他坐的长椅上，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。既然那么喜欢，你就留着做纪念吧。但他却蹲了下来，仰头看着我的眼睛。我逼问过莫瑶了，是他自己趁我没注意的时候从我手机里偷了那个图片，不是我。不重要了。我笑容加深，打断了他的话。是不是你揭穿的已经不重要了？我也不需要你帮我圆谎了。其实从我决定跟你分手的时候，就已经不想再过那种生活了。我也不是不能承受谎言被揭穿的代价，只是我当时还没有做好准备。于晋然憋到现在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了，他无力地滑坐在地上，捂着脸，眼泪还是从指缝里掉出来。可是诚心，跟墨香在一起以后，我才知道你的好，知道之前你跟我在一起是什么样的心情，那种真心被践踏的感觉不好受。我也终于明白我爱的是谁。你还记得我们的3年之约吗？我来履约了。他今天穿的一件黑色卫衣，拉链拉到脖子上，此时他却用力拉了下来，一个黑色的项圈赫然出现在他的脖颈上。他自己掏出那条银色的链子放在我的手上。欣欣，这次我来当你的狗好不好？请你不要离开我。我皱了皱眉，刚想要甩开那个链子的时候，一双大手从我的身后伸出来，牢牢地拽着那条链子转了个弯，绕在树上。风息皮笑肉不笑地把我拉在身后。不好意思，谁家的狗忘记拴了？实验室不让养狗，谢谢。在我被风息拉走前，我回头看了一眼落寞地坐在树下的于晋然，开口问了他一个问题，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。你还记得高中的时候做的那个板报吗？那个主题是坦诚的板报。他呆呆地抬起了头，思索了很久才开口。每次出板报都是从全校学生上交的手抄报里选的，我只是负责画的，所以我没印象。他眼里好像又有了希望。欣欣，你是要给我个机会吗？听到他的回答，我突然松了一口气。原来不是他呀，原来我也一直找错了对象。我看着眼前那个曾经那个高高在上的操控我人生的人，此刻坐在地上颓废又迷茫。我听以前的舍友说了于晋然的部分消息，他本来有一个大好的前程，在我跟他分手入组的那段时间，他成功被一个星探发掘了，他有了自己的歌和乐队，也开了自己的演唱会。但他对莫瑶有求必应，所以被他抓住了把柄。莫查自己的人生一团乱麻，他都没有放过我，又怎么会放过于晋然呢？他毁了于晋然，所以他才能想到我。他终于也是自食恶果，没有机会。于晋然当着他突然暗下去的眼眸，我抬起跟风着十指相扣的手晃了晃，总要给新站上车的人腾出位置啊。后来的3年又3年，我跟风息在化学领域上齐头并进。当全新的高分子材料研发出来的时候，我跟风息的名字被更多人所熟知。我的人生并非全无谎言，只是在风息的陪伴下，我学会了坦诚。有一年跟风息回老家的时候，我看到他抽屉里的高中毕业照片。你是 S 中毕业的。风息从我背后搂住我的腰，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，点了点头。照片下面有一份边角都已经泛黄的 A4 纸，我拿起来，发现那是一份类似手抄报的东西，上面有一句文案：坦诚，无往而不利，爱是属于勇敢者的奖励。这时，一个戒指却被他套上了我的无名指。我低头看着手上的圆环，这是我最新研发的金属材料，给咱们打了一对戒指。诚心，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，配独一无二的你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原来从一开始给我光的人就是你。我喜极而泣。风息笑着吻去我的眼泪，声音心疼又温柔。又哭？诚心，怎么又哭？我扶着他的头，吻上了他的嘴唇。我愿意。
我的光，我的爱人，我将对你永远坦诚。全文完。